民穿越公路求生。我惊愕地望着那枚拖着尾焰的战略导弹，可是那枚导弹还没飞到我的头顶就凌空爆炸了，而且当量似乎也不大，只有几百公斤的样子，看起来有点像是放了一个烟花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忘了放弹头了。指挥官，周围空气中的阿尔法病毒的浓度正在急速升高，请求立刻转移。同意转移，快跑！与此同时，我看到天边数不清的导弹升起，随后一枚枚凌空爆炸。联合医药这是要干嘛？玩不起了，直接搞灭世，把阿尔法病毒传播到全世界，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我一路疾驰，向着远方跑去，始终没有跑出病毒浓度范围。我一直向前开了几百公里，忽然看到前方有队车队在行驶。什么人？我悄悄地靠了过去。等我靠过去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车队是由3辆装甲车和2辆货车组成的，所有的车子上都喷涂着联合制药的标记。联合制药的车队，他们这是要去哪？我暗暗地跟了上去，启动了红外遮蔽，有消音瓦箫声，再加上变色龙迷彩涂装，让我如同一只幽灵一样跟在车队的后面。还有1个小时回归，请注意时间。操，这么快？我决定再跟半个小时，要是没有结果的话，就直接对车队动手，抢了物资溜之大吉。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车队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不过周围的病毒浓度确实降低了，不能再等了，直接动手。我打开了武器舱盖，手抛式无人机起飞，锁定目标，2枚阿达兹多用途导弹呼啸而出，分别击中了头尾2辆装甲车。2辆装甲车完全没有料到空无一人的荒野上居然会有人突袭，猝不及防之下被阿达兹击中，从顶部钻入，炸开了花。2辆装甲车停了下来，将车队前后的路堵得严严实实的。我一看有效，立刻启动了第3枚阿达兹火箭弹，向着最后一辆装甲车射了过去。此时最后一辆装甲车已经反应了过来，一门高射机枪转了过来，对着导弹射来的方向扫射去，直接将最后一枚阿达兹火箭弹打爆了。然而还没等那辆装甲车反击，一束高能激光就击中了高射机枪，直接将近防炮打穿了。随后又是一枚阿达兹导弹射了过去，这一次装甲车没了反击能力，直接被阿达兹导弹打爆了3辆护航的装甲车后，我立刻控制着1130近防炮扫射着2辆货车的驾驶，不到3秒钟，2辆货车的驾驶室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失去了行动能力。确认没有反击能力后，我立刻派出了自走机械去切割货车的大门。很快货车的大门就被切开了，货车的门一打开，里面就开了火，10几名穿着特战防护服的家伙举着突击步枪不断地向外扫射着。2个自走机械猝不及防被打中了摄像头，不过剩下的自走机械反应了过来，举起了超频电磁枪，不断地还击着。车里一阵电光闪烁，很快便安静了下来。上去检查，补枪。0011一马当先冲了上去，挨个补枪。不过此时补枪已经没什么必要了，所有的护送人员全都被电成了焦炭。我看了看对方的特战服，和自己的第3代防护服不太一样，防护力也没有自己的好，推测应该是第2代或者更早的产品。看来联合医药也没把第3代防护服全面配发下去啊。车里只剩下了一个保险箱，自走机械将保险箱锯开，露出了里面满满的药剂。2辆车运载的东西不一样，一辆车里装的是阿尔法病毒的毒株，另一个则装的是特效药。也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运送到哪里，不过不管他们要送到哪里，我都直接笑纳了，让自走机械将这些药剂小心运回到车里。我则抓紧最后一点时间，让自走机械把这几辆车子拆掉。10分钟不到，001就带着自走机械将这些车辆拆解一空，还得到了2张图纸，一张是装甲车改造图纸，这玩意在交易平台上也是抢手货，不愁卖；另一张就有点意思了。主动防御系统数据库，由联合制药研发的高性能主动防御系统，可以提高武器的主动防空效果。原来还有这么个玩意，怪不得那家伙能用一挺高射机枪就打掉我的导弹。那辆装甲车之所以能拦下我的阿达兹导弹，完全是这个主动防御系统的功劳。小爱同学，这玩意你能用吗？我本身是没有主动防御系统的，1130近防炮加装的时候倒是配了一套，不过这套数据库应该也有可取之处，应该能提高一些工作效率。那就制作了吧。我选择了制作，羊皮图纸化作白光消失，加载到了小爱同学的数据库里。果然有一些独到之处，等我分析完毕，主动防御效率应该能提升30%左右。而且加载了扩展数据库后，我可以将所有的武器都列入主动防御系统之中。以前遇到问题只能使用1130近防炮防御，现在加装了系统之不光1130近防炮可以当做近防武器，机构、导弹，只要是能链接上的武器，我都可以将其纳入主动防御程序，遇到危机后自动反击，全都能纳入主动防御系统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应对危险的方法也多了不少。
干得漂亮！将拆解出来的物资搬运回车里，消毒，收纳入仓库。我停留的时间也到达了尾声，一道白光笼罩了我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，估计我明天再次到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被病毒笼罩的世界了。白光闪烁，我离开了病毒世界，再次回到了螺旋山脉的顶端，当然也可以说是火山口。此时，那些光门早已经消失不见了，火山口上也停了10几辆车。不过，火山口很大，足有10多公里长。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。几个玩家正聚在贩卖机旁边，一起抽着烟。一个新上来的玩家走到贩卖机前扫了一眼，露出了嫌弃的样子。怎么都是这些垃圾？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好东西的，只不过我先来了一步，都打包带走了。这话我可不敢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，容易被打死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现在是中午12点多，距离下午17点还有5个小时不到。不过此时火山口缝隙里冒出的烟雾更浓了，黑色的烟雾升腾，气温也在逐渐升高，硫磺的味道也越发刺鼻，让人甚至产生了一种窒息感。山顶上的众人感觉有点遭不住了，纷纷准备退回到车里躲避。就在我准备回车里的时候，我看到在烟雾弥漫之中，一个身影缓缓地从山下走了上来。那人穿着棕色的上衣，戴着一顶黄色的草帽，拉着一个拉杆箱，小巧的轮子在沙土地上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这家伙是走上来的，车子坏了，还是被人袭击了？就在我准备上车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莫名的眼熟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一幅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闪过，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第2天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前女友的尸体。在岔路口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拉着拉杆箱的人向远方走去。那个人好像也穿的是这么一身衣服。我想要看清这个人的样貌，可是火山口冒出的烟雾越发浓郁了，让我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貌。这家伙到底是中途换了车，换车又报废了，还是一直靠着双腿走上来的？这家伙有点问题啊！